大家好，我是秋，是做互联网创业真人秀的虚拟 idol。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精益创业 Lean Startup。这个频道是一个创业真人秀，我会全程记录我的创业过程，会做出一个观众可以参与的软件产品，而这个频道也是我创业计划的一部分。首先，我们聊聊什么是创业。先给创业下个定义。创业是一个很浪漫的词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代表着未知和不可控。那什么意思呢？我们举个反面的例子哈，我今天赚了一笔钱，辞职加盟奶茶店，算不算创业？我觉得这个肯定不算哈，因为这个说白了就是照搬现有的商业模式，虽然不是没有风险，但是它的风险是可以算出来的。根据什么物料成本、加盟费用、租金成本、人力成本、位置、客流量，还有投入资金的多少，我们或多或少可以算出来它的成功率。甚至有相关经验的人拿到企划书，就知道这个奶茶店是血赚还是血亏了。题外话，血亏往往不是最惨的，最惨的是半死不活。如果你算不出来，别学着开奶茶店，你只是想喝奶茶不掏钱而已，犯不着掏那么多钱来圆一个不掏钱的梦哈。那什么是创业？创业往往面临着更大的变数和不可控。比如说我突然有个创意，我不能凭过往的经验知道有没有潜在的用户，我的创意对于用户来讲有没有价值，甚至我也不知道它能不能实现出来。既然这个创意是我创业的根基，那么这个创意本身的靠谱程度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。那么我创业的风险的本质是什么？那就是我的创意有可能是一文不值的，但我却花了太多的时间、精力还有金钱了。面对这些不确定和不可控，我们也有我们的杀手锏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：精益创业。精益创业的核心是用最小的成本去探索未知的商业模式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不确定一个产品有没有商业价值的时候，我们不应该先花个3-5年去开发它，然后拿出一个觉得对得起我们所谓工匠精神的产品，才让市场把自己的脸啪啪打肿，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解决了为什么的问题，接下来我们来聊聊做什么。我拿我自己举例子哈，我现在在做关于创业的视频，来帮助我自己创业。我觉得这是个好点子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特别容易接触到我的用户，而且我的产品也会因为我的视频提高那么一点点曝光度，你们也可以学到知识，可以说是一举3得。那说到这里，我就要开始求关注、求点赞了。我们做视频求关注、求点赞的浅层原因其实很明显，就是让平台觉得我们这个频道能拿到更好的推荐位，让我们的影片有更好的曝光度。那深层的原因是什么？比如说我做一期吃泡面的内容，反响不错，那么我可能考虑下一期整一出吃螺蛳粉的是吧？那如果吃螺蛳粉的这期效果反而不好，没有那么多人点赞了，或者没有那么多人观看了，我可能就调回头来再吃一个比如说类似一点的干脆面，再看看观众的反应。博主们就可以根据反馈的情况决定下一期内容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。当然，软件产品开发跟拍视频还是有很大差别的，主要体现于软件开发的周期一般比拍视频要长，平均成本也会更高。更重要的是，软件产品的生命周期和单个视频不一样。软件产品是要考虑后续开发和产品维护，而视频根据我自己的理解，上传之后就要开始准备下一个视频了。单个视频的生命周期相对比较短，所以说这个例子只能说是个类比。软件产品
通常来说，在我们印象中是一个庞然大物。所以我还要举2个例子，比如说 Jump 系的长篇漫画和写一本书。我们知道 Jump 有一个票选机制，就是买了 Jump 杂志的读者可以给自己喜欢的作品投票。如果读者对某一个漫画的反响比较好，就按这个套路继续画下去，就像龙珠后期仿佛掌握了财富密码那样，不想画也得画下去。那如果读者对这个漫画的反响并不好，就要考虑转型，再试试看，比如说从搞笑漫画这个类型转型成格斗漫画。当然在那个领域有更多的是直接腰斩的例子，不好看的作品不要浪费版面了，是吧？这就是所谓的漫画家要是不经意，你就帮他经意。那么写书是什么情况呢？今天比如说我想写一本书，去研究阿秋的那个生活习性，想到就写，写了那么1年。我们先假设有出版社愿意帮忙出版，结果真的出版了，到上架才发现根本没有人知道阿秋是谁，书1本都没有卖出去。这就是所谓的作者要是不经意，还不如你早早帮他经意。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呢，当我们没办法提前了解用户的时候，了解用户的需求，它是要切切实实的让我们付学费的。而我们的目标不外乎有2个：一，越早了解用户越好；二，学费越少越好。也就是说，节省时间，还有节省金钱。回到互联网创业和软件开发这个主题，我们有没有像做视频一样，像画长篇漫画一样精益起来？首先这个很难，然后也不是没有办法。我们来先聊聊为什么难。其实刚刚也有聊到一点，就是软件开发是一个门槛不低的行为，又贵又慢，过程还很抽象，结果也没有个实体回来。我们经常听到一个程序员笑话，就是我想到一个打败比如说Facebook 的点子，就差那么一个程序员了。我缺的是那一个程序员吗？别说哈，这的确有可能是程序员本身的水平是参差不齐的。一个好的程序员有时候的确可以顶100个水平一般的，而程序员也只是开发里面其中的一个工种。我们大概还需要什么设计师、架构师、测试、运维之类的。万一哈，真给你凑齐了这些人，程序员里面也是有无数细分的，什么前端、后端、客户端之类的，是吧？甚至人也不是越多越好，很多时候人越多进度越慢，代码越多质量越差。软件开发是真的很难。那为什么不是没有办法呢？有是有哦。比如我们来看 Jump 是怎么做的。首先针对成本高昂，我们要缩小软件的规模，这里涉及到一个概念叫做 MVP Minimal Viable Product， 最简可行产品。我们做一个软件只需要它最核心的部分用来试探用户，尽可能控制好时间和成本，这个就对标着 Jump 的周刊制。不然等单行本出来了，我们再去统计销量是不是有点晚了？然后是引入实验和反馈流程，对标 Jump 的读者调查表，尽早从产品和用户中学习用户需要的是什么东西，从中我们整理出新的需求，
用来对 MVP 进行下一轮开发。甚至我们可以说达到某一个负面的条件，差到一定程度，我们可以直接把整个产品腰斩。这个实验中，假设条件的制定也是很重要的。比如说 Jump 就会把正在刊登的漫画票选最后几名砍掉，所以我们还要会制定量化标准，以及合理的提出需要验证的假设。我们今天精益创业的话题就这么多，我们聊了什么是创业，为什么要精益创业，还有精益创业的大概思路。我接下来还打算分别给以上各种对策各自做一些视频。如果你们对精益创业的话题感兴趣的话，记得点赞加关注。我也正在做我产品的 MVP， 我希望可以赶上我下一个视频，可以结合我产品的 MVP 来聊聊 MVP 的选取和制作过程。当然也欢迎加入我的粉丝群，群号在下面会有。我是秋，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